2018年3月14日，被誉为轮椅天才物理学家的史蒂芬·霍金博士去世了。他在晚年不断向世人发出警告：如果还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人类剩余的时间只有100年了。直到他去世前，他一直持续不断在向人类发出这个警告。他早在之前就对气候变化、传染病、人口增长等因素对人类生存造成巨大影响进行了预测。在2016年的时候，他表示人类在未来1000年内必须找到新的行星。然而到了2017年，他将这一预测的时间直接缩短到了100年。肯定有的人是这样认为的。虽说人类最终肯定会灭绝，但要说在100年内的话就太过了吧。确实，说人类还剩下100年，估计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言过其实了。但是霍金博士为何会有这样极端的想法呢？今天就让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人类的时间还剩100年这个话题吧。在具体解说前，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下史蒂芬·霍金博士。很多人在不太了解他的时候，估计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不知道因为什么，有可能因为他在轮椅上的形象很独特，所以才引起了大家广泛关注吧。要是遇到稍微懂一点的人的话，可能会对你说：啊，你竟然不知道霍金博士有多厉害？你这不是小学生水平吗？但事实上，他是被誉为世界最高智慧之一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于1942年出生在英国牛津郡，学生时期在老师的帮助下，利用钟表零件、电话交换机以及二手零件等制作了一台计算机。在学校中，他虽然被誉为学校的爱因斯坦，但在学术上并没有特别出众的表现。他的天才气质直到进入大学后才显现出来。他在大学上课时曾这样想：这门课也太简单了，真是太没有意思了。在他终于忍受不了后，果断放弃了一切的大学学业，专注于理论物理学的研究，如宇宙等内容。然而，突然有一天，由于他在台阶上被绊摔了一下，被送进医院接受了精密检查，结果被诊断出患有 ALS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医生这样告诉他：现在开始，你的身体会逐渐无法动弹，寿命也可能只剩下2到3年。因为这个原因，他陷入了极度沮丧的状态，变得一直宅在房间里不出来。医生建议他应该继续研究，但霍金回应道：反正寿命不长了，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当时的霍金只有21岁，年轻人，无论谁听到这样的宣告，任何人都可能陷入绝望，自暴自弃，对吧？然而，在某一天，他看到了一个患有白血病的少年离世，让他重新陷入了思考。如果注定要死，我宁愿先为这个世界做些有意义的事。霍金逐渐失去行走和言语的能力，但病情的进展却比医生告知的预期要慢。对于医生预测的寿命只剩下2到3年的担忧，最终并未成为现实。然后他专注于他的研究，并在2年后提出了关于黑洞的独创理论。又在2年后，他凭借特异点和时空的几何学这篇论文赢得了亚当斯奖。就这样，他稳固了物理学天才的名声。到了2017年，他这样说：人类剩余的时间只有100年了，寻找其他可宜居的星球的时候到了。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唯一的选择就是离开地球。这位天才物理学家会这样说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解释一下他的理由。霍金博士指出了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地球温暖化。他这样表示：如果人类继续排放二氧化碳，地球将变成类似金星的高温行星，温度将达到250摄氏度。金星由于靠近太阳，其大气主要由二氧化碳组成，形成了一个平均气温达400摄氏度的高温的地域。也就是说，如果人类不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地球温暖化，最终地球也会成为像金星那样的环境。实际上，根据加拿大、俄罗斯和芬兰等8个国家的共同研究，如果气温持续上升，预计到2040年夏季时，北极地区的冰雪将全部融化。海冰具有巨大的镜子般的效果，可以反射太阳光并将其热量散发出去。
但是一旦冰融化，就会更多的积聚热量。这样一来，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和海中的甲烷水和物等都会融化，将释放出比二氧化碳多20倍以上的强大温室气体甲烷气体，进而加速地球温暖化。换句话说，极地的冰消失将导致更大量的甲烷释放，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然而，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这样的异议：温暖化什么的纯属谎言。北美有些地方不是刚发生更加猛烈的寒流了吗？听说地球反而在变得更加寒冷。这里引用了2023年2月北美的严寒作为例证，指出地球正在变得寒冷化。然而，气候变化研究专家指出，严寒的原因也是地球温暖化导致的。受到了全球变暖的影响，北极地区的冰雪融化已经在加速，这改变了气流，导致寒冷的空气流入北美，形成所谓的极地涌动。进一步加剧的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防止地球温暖化的国际协议——巴黎协定。巴黎协定是各国共同合作应对地球温暖化的倡议。霍金博士批评特朗普政府时说：“这很糟糕，地球温暖已经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做法得到了包括30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365名科学家的反对。此外，还指出了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台风和飓风增强。气象学家约翰·辛菲弗博士表示，由于台风和飓风引起的损害正在逐渐增加，如果温暖化继续下去，到本世纪末，大部分人类将失去生命。霍金博士在世时曾呼吁现在采取行动，以避免人类灭亡。他表示，为了人类的生存，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目前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霍金博士预测，除了温暖化之外，战争等各种因素也可能导致人类的灭亡。虽然许多科学家对在100年内人类会灭亡的说法持怀疑态度，然而最近在英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一些和霍金博士类似的担忧和预测。报告是这样写的：在35年内，即便是在地区冲突中，也可能使用核武器。简而言之，尽管当前核武器开发仅在国家层面上进行，但在不久的将来，非国家的恐怖组织等可能也会使用核武器，从而导致人类和地球的灭亡。面对各种因素，霍金博士表示，人类所剩时间不到100年。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渲染人类灭亡的恐怖，但霍金博士也提出了解决方案。他是这样说的：应该是时候寻找其他可居住的行星了。人类要想生存下去，除了离开地球，别无选择。他表示，为了避免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地球资源的枯竭，必须寻找地球之外的居住地。然而，对于这种提议，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虑：离开地球说起来简单，但要想在100年内实现这个目标，不太可能吧？不是这样的。他预测未来30年内将建立月球基地，并在未来50年内，人类有望到达火星。通过逐步在其他行星上进行居住，人类有可能延续下来。这次讨论的是人类的时间还剩100年这个话题。霍金博士这样表示：人类正面临着空前的危险时刻。他引用上世纪60年代人类登月的例子，强调了全球团结起来寻找下一个世界的重要性。这反过来也意味着，尽管当前的发展趋势可能导致人类的灭亡，但通过正确的对应方式，人类仍有可能继续存在。然而，如果我们对保护地球继续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或许有一天会让人回想起霍金博士的预言。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我们下期再见。